这是我看过岛国最正能量的电影，虽然全片只有2个人，但它足以震撼你的内心。看这个女人的表情就能说明一切。过了许久，车子终于到站了，二人迫不及待回到住处，准备狠狠地打上一架。其实这2人并不是情侣，而是从小光屁股长大的邻居。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这个正在钓鱼的男人叫一郎，没有正式工作，只能钓鱼消遣。电话那头正是女主空井，她告诉一郎自己要结婚了，但是她忘不掉之前的那些事，于是就想在婚前再次疯狂一下。这下一郎犯愁了，到底该不该答应空井的请求？正当他迷茫彷徨之际，突然门铃响起，打开门才发现原来是空井到访。看他一直不给自己回信，所以就来了个措手不及。2人青梅竹马，因此这里就像是自己家一样。空井一进门就开始收拾，因为这里有着他们太多的回忆。接着一郎拿出一本珍藏多年的相册，从幼稚园到大学，里面满满的都是回忆，甚至还有一些大人才能看懂的照片。这里不宜展示就跳过了。就在这时，空井的眼神开始飘忽，多多少少透露着那么一丝味道，但一郎却守住了最后的防线。随后空井邀请一郎去婚房做客，是一座面朝大海的小别墅。刚刚进屋，空井表情就开始僵硬。一郎知道暴风雨要来临了，随即起身准备离开。就在这时，空井愤怒地拍打着沙发，就算傻子都知道他要干啥。一郎只好坐了下去。空井知道时机正好，于是开始在疯狂边缘游走。一郎劝他要好好做人。就在他起身要离开时，空井上前一把拉住他。随后便有了1分钟的正能量画面，担心老铁们流量不够用，所以这里就自行脑补吧。2人约定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可转眼到了第2天，一郎发现自己还想正能量，于是再次来到空井的婚房看望他。这个男人快憋不住了，等女人打开房门立刻冲了进去，然后二话不说跑进厕所。1分钟后释放完毕，男人终于露出轻松的表情。这是岛国非常正能量的一部电影，具体有多正，看完你就知道了。上完厕所后，2人有些饿了，于是找了一家馆子喂脑袋。空井一边吃一边抱怨，说自己还有10天就要结婚了，所以这几天厕所就不让他用了，以防未婚夫回家後发现厕所不干净。一郎表示自己并不想破坏他的婚姻，然後抱怨道：自分で勝手に火つけといて、あとは勝手に一人で消せって言われたってそんなこと納得できるわけねえんだ。看着一郎可怜的表情，空井只好再多给他点时间。彼が出張から戻ってくるまでだからね。一听这话，一郎瞬间精神了，数了数指头，他还有5天时间，这下可以好好的重温那段时光了。5日後には解放してやるよ。絶対だよ。一郎赶紧点头表示同意，这下2人都开心了。也许这是最好的告别方式。一郎真的是1秒也不想离开空井，一回家就狠狠地和他打了一架，就这样从白天到晚上，从厨房到卧室，也许是为了珍惜这短暂的时光吧。吃饭前，空井说出了自己着急结婚的原因。原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下水道出现了老化等问题，如果再不结婚，就永远也做不了母亲了，因此才找了个老实人准备从良。听完空井的倾诉后，一郎沉默不语，没有多言。接下来的几天，2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一起逛街买菜，然后做着自己喜欢吃的菜合适。夜晚，空井突然肚子不适，一郎会像男友一样照顾她，这一幕在外人看来就是甜蜜的情侣。2人一起聊起往事，也许就像书里说的，当真的要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第2天清晨醒来，一郎便询问他怎么样了，空井表示已无大碍，接下来注定又是一场恶战。此处略去20分钟，等到战争结束后，2人又有了更大胆的想法。这是岛国最正能量的电影，就在几分钟前，2人打了一架，为了给短暂的时光留下美好的回忆，2人准备出去玩一趟。一郎害怕他着凉，于是拿出毯子给他盖上。因为不经常出游，空井很快就有了晕车反应，所幸汽车很快就到站了。2人急忙寻找景区，然后准备好好欣赏一下春天的气息。事后，2人来到酒吧畅饮，今晚是2人最后的一晚了。这时空井劝一郎以后好好找个女人过日子。一郎对即将失去的感情有些忧伤，但这并不影响2人打架。腥风血雨过后，一切归于平静。等一郎醒来后，发现空井早已离去，只有一封离别的信丢在桌子上。随后一郎独自来到海边，将空井留下的信丢进垃圾桶。自从空井悄无声息地走后，一郎又过上了颓废的日子。直到这天，他再次接到空井的电话，表示自己未婚夫逃婚。听到如此好消息的一郎立刻清醒了过来，然后第一时间找到空井，准备以朋友的身份好好安慰一下他。但空井却拿出了一张海报，表示自己不想为了孩子再去将就，他想去看一看富士火山喷发。一郎没有思索，直接答应了他。2人来到海边等待火山的喷发，可是等了好久都没有等到。电影最后提到火山并没有喷发，其实这部电影想表达的是人们的爱情。有时爱情就像火山一样，要么轰轰烈烈来一次，要么永久长眠平平淡淡。电影最后，2人幸福的决定共度余生，也许这才是爱情本该有的样子。祝愿屏幕前的所有朋友们，爱有所得，爱有所终。